就昨天，马斯克通过社交媒体确认了，特斯拉将正式与三星电子签下一份高达165亿美元的超级芯片大合同，将在位于德克萨斯州泰勒市的三星新厂生产专用于电动车、机器人以及其他人工智能设备所需的下一代 AI6 芯片。是的，我们管中窥豹之后会发现这笔交易可太有意思了，里面有很多重要的看点呢。首先，特斯拉在台积电刚刚下单的 AI5， 也就是 HW5 芯片还未量产呢，怎么这么着急就公开爆出转投三星来合作生产芯片了呢？这未免有点太操之过急了吧。其次，美国制造业唯一的嫡系英特尔刚刚宣布要裁员 7.5 万人呀， CEO 陈立武还发出了警告，由于财务问题，如果还找不到大客户，可能要停止研发下一代英特尔 14A 芯片。特斯拉放任这么急缺客户的英特尔不管，反而选择与三星合作，马斯克打的是什么算盘呢？最后听说这次三星为了获得特斯拉这笔订单呢，在协议中将允许马斯克直接参与到整个德州晶圆厂的制造的全流程中，甚至赋予了三星 Fab Manager 的一个角色。那么从电动车、机器人到火箭生产，这次马斯克要把能力延伸到半导体制造领域了吗？那么今天我们就这些有趣的话题就来聊聊这次三星与特斯拉的合作的一些前景与展望。首先，在如今台积电2纳米良率如此之高，产能依旧稳定的情况下，为什么马斯克要急于宣布与三星合作呢？毫无疑问，在晶圆制造的策略上，马斯克确实在下一盘大棋实际上，特斯拉与三星并非首次合作，相反呢，双方的关系和合作历史是相当的悠久，并且关系非常的密切。早在2019年，特斯拉的首款定制化 FSD HW3 芯片就是用的三星14纳米制程进行的代工，并且目前最新的一代 HW4 芯片也是由三星的7纳米制程制造。得益于目前台积电3纳米制程上的强势，以及三星在 GA 工艺上的拉胯，特斯拉下一代的 FSD 芯片 AI5， 也就是 HW5 芯片才转投了与台积电开始合作。 HW5 采用的是台积电 N3P 制程，据说其算力达到了2000至2500 TOPS， 是目前 HW4 芯片的5倍左右。据一些公开消息透露其实特斯拉一开始是希望 HW5 是在2025年，也就是今年年底就能整合到如今的 FSD 自家系统中，但是 HW5 的量产至今一直在推迟，预计最快要到2026年底才能问世了。虽然台积电和特斯拉双方都未透露具体延期的原因，但是我们看看台积电与英伟达背靠背的合作，包括给英伟达、苹果等大客户分配的 CoWoS 先进封装的产能占比，很明显，台积电对于 HW5 包括刀角山芯片项目的重视程度是远不如 NV、苹果、AMD 甚至是英特尔等一些 TOP 级客户的。我们反观三星方面呢，那特斯拉就不只是 TOP 级客户那么简单了，你让他拜爷爷拜孙子都毫不夸张。事实上，如今三星在晶圆代工业务上已经风雨飘渺很长一段时间了。在如今台积电一骑绝尘的情况下，三星的代工业务不仅近期产能利用率常年挂红，被迫关掉了多条生产线，并且时至今其 GA 工艺也一直未能获得任何大客户的订单。之前传高通计划把骁龙 A 类晶 2 交给三星2纳米 GA 代工，但是据说高通董事会一直未能审批通过。在如此承压的情况下，可以说特斯拉的这笔大单至于三星代工的现实意义其实等同于三星芯片代工业务的生命线毫不夸张。我这里大致梳理了一张对比图从图中可以看到，如果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台积电 N2 制程逻辑芯片的良率已经达到了 70% 以上，可以说在最先进制程上，台积电在未来数年依然是遥遥领先的。相比之下呢，三星 SF2 根据公开消息目前的良率大概只有在 40% 到 50% 之间，但是呢，一方面呢，参考目前台积电3纳米2万美元每片的报价，估计N2 制程的初期的价格也要达到 2.8 万美元以上。相比苹果、英伟达等核心客户 5% 到 10% 的折扣，特斯拉拿到的价格肯定是不会便宜的呀。参照如今三星弱势地位，市场预计三星2纳米的公开定价都要比台积电便宜 30% 左右，
考虑到特斯拉与三星的特殊合作方式最终的到手成本的生产制造成本可能只有台积电 N2 的一半左右。另一方面呢，目前三星德州工厂可以生产三星 SF4、SF3 和未来的 FS2 制程，而 HW6 芯片大概率会采用车用2级的 FS2 制程来生产。以目前特斯拉通常3到4年更新一次主要芯片方案的一个节奏，包括与台积电合作的 HW5 要在2027年第一季度才能上市，与三星合作的 HW6 最快也要到2029年才会问世了。最近三星3纳米的良率是有明显改善的，我们来数一下，2029年等于是4年之后，三星 GA 2纳米的良率改善应该不是一个太有难度的事情。最后，我们站在特斯拉的角度，车用芯片对于芯片散热发热的要求毕竟容忍度是要比手机上使用的整个容忍度是要高的。虽然与三星合作，技术稳定上是有风险的，但是站在企业分散供应链的角度，鸡蛋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总归是好的。毕竟目前 DO93 系统芯片还是交由台积电代工， HW6 芯片转给三星，不仅能够获得更低的价格，还能以大客户的身份掌握参与度和主导权。是的，万一以后 Robotaxi 和 Optimus 3机器人真的大卖了，量上去了，特斯拉的双代工厂的一个模式可能与台积电的一个谈判筹码也会更高。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为什么不是英特尔呢？比起三星这个外来者，明显英特尔才是美国芯片制造业的亲儿子呀，并且在几个月前媒体也爆出过，马斯克曾经深入参与到了重组英特尔制造部门的讨论之中。就在本月英特尔刚刚裁员了 7.5 万人今年的财务亏损问题依然相当的严重。怎么看，作为自己人，特斯拉都应该先拯救英特尔才对拉一把英特尔才对很显然，马斯克为什么不与英特尔合作呢？我觉得这里面大概有2个方面主要的考量。一方面呢，马斯克确实对英特尔芯片制造部门的执行能力信心明显是不足的正因为马斯克曾经深入参与到了英特尔的整个收购的讨论之中，毫无疑问，他比绝大多数的旁观者更清楚目前英特尔内部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目前英特尔制造部门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在于它的技术，英特尔背部供电技术是先进的， 18A 制程在技术上也并不落后，主要的问题还是英特尔如何将这些先进技术转化为稳定的高良率量产的执行能力。很明显，英特尔内部的大公司病、派系林立的问题、企业文化腐化等问题马斯克并不认为陈立武有足够的能力能够解决。如今英特尔生产一颗3纳米芯片的制造成本大概是台积电 N3 的 2.5 倍，对于像特斯拉这样依赖高产量、成本效益的大众消费类科技公司来说，一旦出现状况，一旦无法按时交付，甚至会影响到特斯拉汽车乃至整个自动驾驶 Robotaxi 和机器人全盘的布局和进度。另一方面呢，对比起来，老马同志选择与三星合作，很明显则是更加适合下赌注的一笔买卖。简单来说，成功了那就是双赢了，其实双方赌输了也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考虑到目前马斯克与董王的一个紧张的关系，正因为英特尔是美国芯片制造全村的希望，介于英特尔与整个美国科技界盘根错节的关系，很容易造成一个局面，就是如果特斯拉与英特尔合作成功了， HW6 芯片按时量产交付了，外界会把整个项目的成功视为是英特尔 CEO 陈立武的一鸣神武，归功于是英特尔自身的顽强不屈。但是呢，一旦项目失败了， HW6 芯片没能够按时交付和量产，那很可能马斯克就会变成妥妥的背锅侠那是没得跑的。加上马同学现在与 MAGA 们的紧张关系，以及与一些鹰派的紧张关系，可能稍微对英特尔指手画脚一两下，基本上又会转入整个舆论的漩涡之中，被使劲的摩擦所以简单来说，成功了为功劳，失败了就要背锅。从这个角度聪明如马同学这样的思维也不可能去参与
与英特尔的合作呀。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在本周一马斯克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解释他被问到为何选择与三星进行合作的时候马斯克强调说，因为三星同意特斯拉最大限度的参与到 AI6 芯片的制造之中，协助他们提高整个制造的效率。马斯克还提到三星德州工厂与特斯拉工厂很近，他可以随时进场帮助三星改善整个生产线。后来马斯克又说了一遍，他将亲自走到一线，加速整个项目的进度。我感觉马斯克说完这几句话，整个半导体设备厂商都在瑟瑟发抖呀，这真是要到三星德州工厂当马厂长了呀。那么我们看不看好马厂长？看不看好马斯克在芯片制造领域的一个新尝试呢？总的来说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的。马斯克是出了名的生产线改造狂魔以第一性原理革新而闻名。很多他在英特尔那里很难开展手脚的事情在三星这边呢，反而比较容易找到切入口。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对于三星而言，这次与特斯拉的合作确实是背水一战三星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参与到目前整个全球 AI 产业链的分工之中。特斯拉在自动驾驶、机器人、星链卫星芯片方面在设计、制造和应用层上面有一个完整的闭环。通过与特斯拉的合作，很明显三星这次放的姿态是相当的低希望通过与特斯拉的合作呢，积累足够多的 AI 芯片方面的生产制造的经验。而另一方面呢，如果你观察近2年马斯克的一些采访很明显他对进军芯片制造领域那已经是垂涎已久了呀。马斯克本来就是以产线改造者、成本压缩狂魔而著称，非常喜欢亲自监督生产线，甚至在工厂过夜来推动整个项目的进度。半导体制造本来就是非常依赖高端设备的行业，非常讲究效率和成本。如果马斯克能够推动一些新设备的创新，能够引进一些新的方法，利用 AI 技术和强大的算力中心，通过机器学习来提高良率、减少缺陷、优化整个流程等等。以马斯克的经验与聪明程度，这些东西很难说呀，说不定会让全球半导体制造业迎来一些新的变化呢。那么最后想问大家看不看好这次三星与特斯拉的合作呢？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和看法，欢迎在这期视频下面留言，我们可以展开更多讨论。如果大家对前沿科技和技术话题感兴趣，欢迎关注我的频道。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那么朋友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